天道好轮回，美国这记毒教材回旋镖，把自己砸是眼冒金星。你还记得前些年吗？美国那帮政客和媒体那是鼻孔朝天啊，整天跟个世界教导主任似的，手里面呢拿着那个几千倍的显微镜专门往咱们中国的课本上凑。那是恨不得从这个鸡蛋里挑出2斤骨头来。那会儿他是怎么说咱们的啊？一会儿呢指着咱们的历史课本说这是洗脑，是单一叙事。那一会儿呢又指着咱们的思政课说这是什么意识形态灌输，是限制思想自由。他们这个嘴皮子一碰，把咱们教孩子爱国、教孩子奋斗、教孩子尊师重道这些老底子通通给打成了落后和封闭。那然后呢，反手就掏出他们那一套包装的那叫一个花哨什么多元文化呀，什么批判性思维什么绝对自由跟卖大礼丸似的满世界的推销，非要把这一套所谓的什么普世价值强塞给全世界。那个架势呢，仿佛只要不按他们的课本教，咱们的孩子就废了，咱们的国家就没救了。那个时候呢，这个公知们也是跟着起哄恨不得把这个美国的月亮都说成是方的，把这个美国的教材捧成圣经。可是结果怎么着？这风水轮流转，苍天饶过谁？如今这把回旋镖那是带着呼啸的风声，转了一大圈，结结实实扎在了美国人自己身上。咱们教孩子的是数理化，是建设国家，他们现在教孩子什么？现在的美国校园那是妖风阵阵，群魔乱舞呀。今天咱们就来盘盘这场美国版的毒教材风波，看看当年那个高高在上指点江山的教师爷是怎么被自己所谓的政治正确给整得怀疑人生的。那咱们先从一个名场面说起前2天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开听证会呢，一位共和党的州议员叫布兰登·琼斯，那个哥们儿平时也是个体面人，但是这回是真憋不住了他在会场上脸红脖子粗的手里面举着一本花花绿绿的绘本那是气得手都哆嗦你猜这本书叫啥名儿？竟然叫《圣诞老人和她的丈夫在北极的生活》。嘿，我听这书名我就觉得怪怪的。咱们小时候听的故事不都是讲什么圣诞老人的？你就算要给他配个人，那是圣诞老奶奶那都是慈祥的老两口。好家伙到了这本美国的先进教材里圣诞老奶奶直接下岗了，圣诞老人改口味了，找了个丈夫，还是在北极。你这让幼儿园那帮还在尿床的孩子怎么想孩子心想，那既然圣诞老人能找丈夫，那我是不是也得重新审视一下隔壁的小明？这还没完这个琼斯议员又掏出一本，那个书里面更劲爆，直白的画着人的隐私部位，还喷文说啥？说是裸奔不粗鲁。这是给谁看的？给低龄儿童看的呀。琼斯议员当时就炸了，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把这个书往地上一摔，那啪的一声那是多少美国家长心碎的声音他指着地上的书怒斥这就是垃圾。This book tells the story of Santa, his husband, and their life at the North Pole. It's trash. Here's a great one here. This is damn trash. And again, here we go. It isn't rude to be nude for 4-year-old, approved by your district. I hope y'all can see what these children, 4-year-olds, are looking at. Nude photos. Freaking trash. 兄弟们你琢磨琢磨，这就是美国现在所谓的多元教育。他们把这种成人都得琢磨琢磨才能消化的东西硬塞给心智还没有发育全的孩子，这不叫教育这叫降维打击，这叫精神污染那以前美国人总说咱们的教育课本好慢您这是到灵活连底裤都不要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个别现象，那你可就太天真了。这在美国已经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有个数据听着挺吓人，全美关于儿童绘本的投诉里75%都集中在那个什么 LGBTQ 加的内容上，那是铺天盖地这家长们都不干了我是送孩子来学算术、学拼写、学做人的，不是送来让你教育他怎么变性、怎么搞特殊的。家长担心这个孩子还没定性呢，你今天告诉他男的可以变成女的，明天告诉他这个性别有97种，你说这个孩子回家还不得精神分裂但是最可怕的来了，这个学校和教育局是怎么说的？人家硬气着呢人家扛着政治正确的大旗，那是刀枪不入。就像那个马里兰州那个学区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他们直接取消了教材的退出权，
啥意思呢？就是以前呢，如果家长觉得这个上课内容太毁三观，我可以签字，让我的孩子不听这节课，我去这个图书馆自习。现在不行了，这学校说了啊，这叫什么包容性教育，这是必须的。不管你家长同意不同意，你的孩子必须得坐在那儿听，必须得接受这种先进理念的洗礼。这叫什么？这就叫强按牛头喝水啊！这哪里是自由？这就是赤裸裸的强制灌输啊！美国家长都疯了啊！这一路告状都告到了最高法院，那最后亏得是最高法院还有点正常人，裁定家长有权回避，这个事才算是暂时压下去了。但是你想啊，连这种最基本的保护孩子不被洗脑的权利都得打官司才能争取回来，那这美国社会的病得有多重啊？如果说教材只是文斗，那这校园里的现实生活那就是武斗了。这个政治正确的风一刮，那是把常识都给刮没了。先说过弗吉尼亚州的事啊，这个有个跨性别的学生，生理上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心理上觉得自己是另外一边的。那学校为了照顾他呢，专门给他修了个单独的卫生间。这按理说这仁至义尽了吧，既尊重了你，也保护了其他学生的隐私。不行，这孩子觉得被歧视了，直接把这个学校告上法庭，理由是你给我单弄一个，就是没有把我当成正常人，我要进我想进的那个厕所。好家伙，这就好比是你去这个饭馆吃饭，人家都已经给你开了一个 VIP 包间了，你非得说这是歧视，非得去大堂跟人挤，还得让人家都把你当成大爷供着。再看看这个加州，那更是乱成了一锅粥啊！高中排球赛上，本来呢是女孩子的比赛，就是那个网高那个力量，那都是按这个女性标准设的。结果来了个跨性别运动员。啥叫跨性别呢？就是生理性是大小伙子，那个肌肉块这个骨骼密度爆发力那都是男性的底子。但是他心里认同自己是女性，所以他要打女子组。这一上场那就是虎入羊群啊！那凭借着自己这个生理优势那个扣球砰砰的直接就打破记录了。这还不算完，这个比赛里还出了更恶心的事儿。这个生理男性的运动员还因为拍打女队员的臀部卷入了诉讼。你想想，这真正的女学生，人家辛辛苦苦练了好几年，本来呢有机会拿这个奖学金拿名次，结果呢被这么个降维打击的对手给挤下去了。有的女队员直接就弃赛了，惹不起我让躲不起嘛。你说这叫什么公平啊？这叫为了极少数人的政治正确，牺牲了绝大多数正常女性的权益。这哪里是多元这分明就是霸权现在这个事儿已经不是几个家长和学校吵架那么简单了，这已经成了美国政坛两党斗的你死我活的核心战场。这把火是烧遍了美国的50个州。那共和党那边呢，那是坚决反对。像佛罗里达州德桑蒂斯州长搞了个什么莫谈同性恋法，就是规定小学3年级以下严禁教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容，意思就是孩子还小，先教他们认字算数，像这种成人话题呢，等他们长大了再说。这听着是不是挺像句人话的？可是民主党不干民主党那是力推多元教育甚至有16个民主党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反对禁止未成年人变性治疗。他们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想变性那是孩子的自由政府不能管，甚至家长也不能拦着。盖洛普的数据都出来了，这个撕裂程度简直是触目惊心66%的共和党人觉得美国对于变性人的接受度走得太远了，都快掉沟里了。而59%的民主党人觉得呢，还不够，还得再激进点你看这哪里是一个国家这分明是两个世界为了选票，为了所谓的主义，这帮政客把孩子当成了人质，当成了炮灰那曾经热衷于向全世界输出意识形态的美国，现在终于尝到了苦果。这就叫反噬他们自己鼓吹的那套绝对的无边界的自由，现在正在从内部瓦解他们的社会根基。当意识被踩在脚下，当这个科学被感觉取代，那这个社会离疯魔也就不远了。这老话说得好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美国这场毒教材风波呢，看着是教育问题，其实是社会病入膏肓的体现。当教材不再以传授知识为核心，而是变成了政治博弈的工具，当学校不再是守护孩子纯真的净土，而是变成了强行灌输成人观念的染缸，那这样的教育早就偏离了正轨，早就烂在了根子里。什么叫自由？自由不是无底线的放纵，不是少数人骑在多数人头上拉屎撒尿。
当政治正确凌驾于常识，凌驾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之上时，再华丽的借口也掩盖不了内里的混乱与荒唐。这回旋镖打在脸上疼不疼？美国人自己心里面最清楚，咱们就做看还能演到什么地步。行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守好咱们自己的课堂，护好咱们自己的花朵，这才是正经事。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